我母亲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她50多岁之后开始跳广场舞，跳了5年广场舞，长高了2厘米。就因为这个神奇的事情，让我开始关注广场舞。我叫康世伟，我以前是做艺术的，从2005年开始涉足纪录片这个领域，到现在已经拍了纪录片，可能12、13年了吧。广场上的舞蹈这部影片是一个很后现代的故事。这部纪录片讲述了3个中国的老人完成自己人生最后心愿的故事。这些老人在文革时期都要跳这个中字舞，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和热爱的舞蹈。40、50年之后，他们现在都老了，都60、70岁了，他们还在广场上跳广场舞。熊先生的故事是这样的，他都70岁了，然后呢，他照顾自己105岁的父亲，照顾了10多年，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着巨大的压力。那么所以说他晚上会到广场上去跳广场舞他们跳的是那种牵手舞，不断的更换舞伴，然后呢，以这种方式呢来疏解自己心里的压力。尹女士，她从小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进舞蹈队，在文革时期她是红卫兵团的团长，她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我们国家，直到她老了，到了她50、60岁了，她才有机会重新在广场上找到了自我，然后呢，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大型的艺术团，然后在国内外进行演出，圆了她终身的一个梦想。年轻的时候也好，老了也好，即使是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莫大的幸福。周先生他也跳广场舞，他还在广场就是练拳、打武术倒立就是一个74岁的老人还可以在广场上倒立，那个画面看上去就是挺超现实主义的。文革时期他的初恋就跟他分手了，50年之后他又重新找到他的初恋，然后把当年他们分手的时候周先生给他的初恋女友画的一张素描亲手交给了他。就是互相都感到有点遗憾，你看他说句话的时候还是感到心酸。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找了一个广场，那个广场上大概有近1000人在跳广场舞。那么我们开始拍了10多个人最后呢筛选出了这3个人。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可能有1年多到2年的时间。我们镜头对准了人，我们关注人的内心深处的一个思想的变化。我们是听熊先生说，有一部分人首先是因为家庭有裂缝，这些人才在广场上去跳舞，找一种心理的慰藉，结果跳着跳着这裂缝就越跳越大，最后就跳散了家庭。老人的情感其实是跟年轻人是一样的，我们要以一种平等的意识和观念去看待老年人的感情问题，不能因为老年人是在那个年龄阶段，他感情上有一些欲望也好，冲动也好，我们就对他有看法就是说这个人老了还老不正经的。因为年轻人会遇到的感情问题，老年人可能也会遇到。因为之前我认为可能广场舞是一个挺无聊的事儿，拍摄完这部影片之后，我完完全全的改变了我以前的想法。人有2个最大的敌人排名第1的是死亡，排名第2的就是孤独。其实跳舞在哪儿都能跳，为什么要在广场上跳呢？是因为文革时期的这种集体意识的遗留，想跟其他大伙儿在一起打堆，人多了感觉热闹不孤独，这也是对老年人心理的一种慰藉。广场它是一个具有政治概念的符号，因为我们会在广场上集会，中国大妈呢却是在广场上跳广场舞，她把这个政治空间转化成娱乐空间了，这也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吧。